大家好，我是 Alex 纽约二少爷。今天给他讲个事情呢，是关于很多人到了美国以后他并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的身份，但是呢，他还想在美国买房。那么，如果真的要在美国买房，有哪一些方面需要注意呢？虽然对于没有美国身份的外国人来说，购买美国的房产可能看上去困难，但实际上这个过程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和大家说一下外国人在美国买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。无论是非美国公民或者居民，或者你是持有 B1、B2 签证入境的人，还是身处美国境外而且没有美国签证的人士，甚至是走线从南部边境非法潜入的走线人士，都可以在美国购房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外国人贷款，至少你必须有一个合法入境的证件。但你需要明白，在美国购房和你有没有绿卡和是不是美国公民无关。当然了，你购买美国的房产本身不能够直接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，但是中国人在美国购房通常会有3种主要的好处。一是为留学的子女购置住房，这样你就可以节省房租，也许经过几年的子女的在美国求学，你的房产还会增值，甚至可以覆盖掉你为子女付的学费。二是作为移民的一部分，你可以计划将来移居，或者为在美国养老提前做准备。第三是作为一种投资，从美国的房产增值，或者从房产的出租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。在美国，而不是中国，房产呢是属于私有制的，都是拥有永久的产权。那么你购买之后呢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，并且美国的房地产法律它的政策非常的完善，信息也是极其公开透明的。你可以在政府的网站上查询到房产的交易历史、买卖日期和交易价格等信息，就可以有效避免了无序炒房的现象。那么对于外国人在美国申请房贷，其实呢不必过于担心，因为有一些华资银行，特别是在加州和纽约州，都可以为外籍的华人提供灵活的、可变通的房屋贷款服务。实际上呢，大部分的外国人在美国购房，甚至说在纽约购房，都是通过贷款完成的。而作为外国人的首付比例当然比较高，大约是在30%到40%之间，而且必须用美元支付，不能使用人民币。但是
有一些特例，甚至我看的一些案子有可能会出现用比特币或者是用人民币支付的。当然了，购房者本人，也就是你，并不一定需要亲自在美国。你的所有的购房的文件的签署，甚至以后卖房的文件的签署，可以通过授权的委托书，叫做 POA， 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来完成。这种房地产授权书是一种法律文件，允许买家指定他人，也就是代理人，可能是你的律师，可能是你的房地产经纪人，可能是你的亲戚，在房地产交易中代表你的行为和进行签字，这样就为没有美国身份的人士买房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那么你的房地产授权书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，这是一个法律文件，应当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来起草、签署和公证。在美国，当地的意思就是指各个州，因为房地产是由各个州来管理的，它并不是在联邦的层次上。因此，你在起草和执行 POA 叫做授权代理授权的时候，建议你咨询各州的富有经验的专业的法律顾问或者律师，以确保你所授权签字的文件合法和有效。那么所有外国人在美国投资房产的收入仍然需要缴纳美国的税款。当然了，不同的州确实有不同的税务规定，那么具体的税务情况，你可以咨询专业的律师和税务顾问。很多人会问我可不可以作为外国人，但是把我的房产写在我的小孩的名下？也许我的小孩现在正在美国读书，也许在读中学、读大学、读研究生，甚至读博士。那么如果你的小孩已经满18岁，是可以把你在美国购买的房产写在小孩的名下的。那么很多中国国内的家长会为在美国读中小学的子女来购房，这不仅可以让你的小孩提前尝试自行管理出租物业，甚至还可以在毕业后通过漫长的求学的时间，让房产自然增值，然后转手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。而美国有关房产购买的年龄限制及未成年人监护的规定，则要求家长要陪同购房。但对于如果你的小孩是已经在美国读大学、读研究生或者读博士，就没有这个限制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在中国有房卖掉，是有机会在美国买房的。谢谢大家。